惊扰了贵人，小生罪该万死。实不知此处是禁院，误闯了进来。新生指定成功，指定对象赵淑安。听闻公主人善，不知道会不会怪罪我？我只是不想被长兄陷害，才胡乱走错地方的。我该怎么道歉才能让公主他的心声吗？他不知道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顺着他的心声去查，却一步步走上绝路。父皇厌憎，长兄被废，我被人逆子池中。死后我才知道，他能指定别人听到他的心声。来人，杖责30。我真不知道这里是禁院啊！若不是怕被大哥陷害，我不会乱走的。这让我以后如何做人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只可怜我娘，她还在等着我回去。他的心声挺有趣的，若非我做了那样一个梦，只怕真的会如梦中一般，对他生起同情之心。来人，将魏和抬回广平侯府，告诉广平侯，他儿子擅闯禁院，窥伺本宫，让他给本宫一个交代。殿下，在下没有窥伺公主，在下只是走错了路。不会这样，不该这样的。殿下，不如此事悄悄解决了。若是传出去，恐对殿下的名声有碍。为了这样一个人，不值得。就是雪莲和魏和里应外合，将我送上绝路，再加实证。殿下，好脏！送他回去，一路敲锣打鼓，撒花开道。若有人问，就如实相告。让你查的事情结果如何？回公主，为何名义上是广平侯府嫡次子，实则是广平侯养在外面的私生子，外室死后才被接回。嫡次子？广平侯夫人真正的儿子魏萧，如今境况如何？魏萧原本是光风霁月的家公子，但这几年名声尽毁，众人都说他顽劣残暴，极度成圣，从家公子变成纨绔，这变化真是耐人寻味。魏和嘴里的那个西厢房该去一趟了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魏萧用来陷害魏和的计谋。继续蹲着吧。主子受惊，你倒替登徒子求情，真不知你的主子是谁。殿下，别哭了，有点丑。公子，救救我！我被人下了药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进来。你干什么？疯了吧你！说好的不是这样，不是说只是假装一下吗？说好的是怎样？你要言而无信，我就走了。本公子想怎样就怎样，不要不识抬举。你个骗子！你们明明说好，只要我演戏，最后说是魏萧之事就好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让开！永康公主在此，还不跪下？看你貌美。本宫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说出真相，饶你一命，否则治你个欺君罔上。公主饶命！是有人给民女100两银子，说一会儿魏二公子进来，我只要抱住他，等有人捉奸，就咬定是魏大公子指使我陷害弟弟。民女只是拿钱办事。魏大公子，看来有人诚心想害你。在下谢公主救命之恩。殿下，广平侯府传消息。广平侯进宫请罪，侯夫人正请大夫急着医治魏和，却罚了大公子魏萧跪祠堂。什么？真相大白，为何还罚他？夫人说魏大公子没照顾好弟弟，才导致魏和被您责罚，还说他勾结风尘女子，败坏弟弟名声。那儿子是他亲生的吗？还是那读心术真能蛊惑至此？淑安，快让姑瞧瞧，伤着哪儿没有？那贼子可有冒犯你？皇兄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被父皇厌恶，是皇兄一直护着我。你是姑唯一的亲妹，姑不护你护谁？而且父皇可是最疼爱你了，怎么会厌恶你？梦中皇兄被废后端王上位，我得提醒一下皇兄。皇兄，我还是很疑惑，一个小小的公子怎么能悄无声息地避开暗卫，走进我的院子？难道他会功夫不成？淑安，是姑疏忽，这件事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公主府的侍卫被渗透，背后绝不止一个小小的魏和。探头探脑，成何体统？还不给朕滚出来！好嘞。
儿臣这就给父皇滚进来了。在外冲撞了，回朕这儿倒是学会使这些狡猾劲儿了。再闹，朕真要罚你去抄书。母后去得早，父皇若也忍心罚儿臣，儿臣就真成了没娘疼的孩子了。一想到没人给儿臣撑腰，儿臣这心里总觉着天都要塌了。莫非为何那孽状当真在那山上，惊扰了朕的公主？惊扰是小，只是广平侯府那移花接木的戏码，实在让儿臣看了寒心。父皇旨意降下去，罚的是首恶魏和，可广平侯倒好，反手就把魏萧给锁进了祠堂。他是不相信女儿的判断，还是他宠妾灭妻，偏宠次子，责难长子？传朕旨意，既然广平侯治家无方，嫡庶不分，朕不介意亲自教教他。殿下，旨意下达后，广平侯战战兢兢放了魏萧，把魏和关进祠堂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说得好，该赏，谢殿下赏赐。像这种不知分寸的登徒子，怕是活不过今日。殿下，奴婢去库房拿点熏香。禀殿下，雪灵果然出府了，正与端王府的人碰头。他这是断了自己唯一的生路。公主，奴婢真的只是和人闲聊了几句，没说一句过分的话。奴婢和您相伴10年，您最了解奴婢的呀。慌什么？本宫说什么了吗？你这么急，是怕本宫不信你，还是怕自己死了就见不到心上人？你疯了吗？真为一个男人卖了公主？我们在一起10年，那些日子你都忘了吗？公主，您给他一个机会吧，他是被人家骗了才以为是真爱，求您饶他一命。看在商威的份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你能在1个月内说服魏和娶你，本宫便亲自向父皇求旨，成全你。谢公主大恩，奴婢定会记住您的恩典。奴婢自知身份卑微，无法嫁入侯府，奴婢想着您和他在一起，奴婢就能每天看到他，奴婢就存了这么一点私心，再没别的了。公主您很好，是奴婢不配。公主，不管您信不信，奴婢从没想过害你。不想害公主的，我不想害公主的。你明明答应我不会伤害公主的，为什么要杀她？为什么？殿下，雪琳她不必提她，去，给本宫准备一套宅子。殿下要住哪儿？广平侯府隔壁。本宫要近距离看看那位魏二公子还有什么惊喜给本宫。真是该死，他明明能听到我的心声，为什么不上道？难道是我演的不够卖力？可恶，母亲能上道，他为什么不能？让舒安这个贱人，终有一日要让你死在我手中。长得丑，想得到挺美。也不知大哥和那婢女有没有诚实，我给他们下了药，场面一定很精彩吧？儿子觊觎母亲的贴身婢女，这种事若传出去，母亲一定厌弃大哥了吧？大哥完了！可惜我屁股有伤，看不了好戏。这为何挺能搞事的嘛？魏萧倒是个明白人，不过光躲开可不行，有来有往才热闹。去捉条蛇，要活泼点的，悄悄放入魏和房里。天冷了，让蛇找个暖和地方钻。是。蛇，有蛇啊！救命！滚开，别往那里钻，不能往那里钻啊！那里，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老天爷啊！家门不幸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老大莫名其妙掉进水里，老二在房里歇着都被蛇给咬了，这宅子里是有脏东西啊！快去准备香烛，本夫人明天就要上山去拜菩萨，去这晦气。家门不幸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可惜不能亲眼去瞧瞧那魏二公子的惨状，真是急杀本宫。听说了吗？广平侯府二公子闯进院，根本不是为了公主，那是为了谁？是为了个小宫女，听说是青梅竹马。
高门公子恋上卑微宫女，哪怕挨了打也值了。殿下，外面的流言传得越发离谱了，竟把那无耻之徒说成了情圣。明明咱们也传了其他的流言，可偏偏这一条传得满城风雨。这就是经验啊！双薇，记住了，下回咱们想让什么事儿传得广，一定要带点男女私情，知道了吗？啊？下回咱们也给人编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流言已经坐实了，本宫倒要看看广平侯夫人打算如何收场。哟，这流言一出，有些人倒像是捡了金元宝，走路都带风了。也不瞧瞧，那侯府的大门是给谁开的？姐姐说笑了，人心若是真的，门户又算得了什么？殿下，这是奴婢给魏公子的信，写了幼时的情分，也提了如今在宫里的难处。奴婢相信他若有心，定会明白。殿下，奴婢是自私之人，这宫里奴婢真的待不住了。奴婢想为自己谋个前程，但从未想过害你。奴婢学的是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之举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在《莺莺传》里，书生变了心，说莺莺是祸国之妖孽，对他始乱终弃。后人觉得莺莺可怜，才改出了《西厢记》。可你在宫里见了这么多人心，你猜这世上到底是《莺莺传》里的这种书生多，还是《西厢记》里的多呢？奴婢不知。你现在知道了。作孽呀！大师，快给看看这签。夫人，这是下签，大凶之兆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我儿最近霉运缠身，老二才被……若想化解，唯有求一桩喜事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！老婆子，我这几日跑断了腿，总算是为您物色到了最合适的人选。身份太低的，就别说出来脏了本夫人的耳朵。如今外面流言难听，本夫人需要一个出身清白的。老婆子省的，这位是陈大人家的嫡女，陈大人可是从四品的少卿，那姑娘性情最是温婉贤淑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从四品，家世虽然一般，但嫡女的名头还算响亮。最关键的是陈家家规极严，那姑娘最听长辈的话，进了门定能安安分分给二公子冲喜。就她了，准备聘礼，要后3日之内，本夫人要全京城都知道魏家要办喜事了。那低贱的流言也该被喜炮声压下去。公主真好看，可惜公主好像很讨厌我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公主欢心？我上次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她一次只能指定1人听心声，且3个月不能更换，3个月时间够用了。这花开的倒是美丽，公主可否把花赏给在下？梦里的我竟然会被这种招式搞定，有点恶心啊！红娘看着张生勾搭莺莺，感觉如何？走吧，这出戏才刚刚开场。殿下，那就是广平侯夫人看中的陈家嫡女，瞧着真是个温顺的好姑娘。这要是进了魏家的门，进了广平侯府，那便是进了狼窝，不出3年，怕是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。那姑娘被姓魏的那副皮囊给迷住了。魏和确实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她那外室亲娘是个绝色，她继承了那副瞳孔黑亮、温柔含情的模样，京中多少闺秀对她芳心萌动。可上次窥伺殿下的油盐闹得那么大，难道这些姑娘都不怕吗？流言终究是流言，她平日名声极佳，这会儿只要她装装委屈，多的是将信将疑的人想为她辩冤。看来火候还是不够啊，得再加一把柴。公主，在下向您赔罪了。那日是在下莽撞，冲撞了公主，是在下的错。今日迫不得已拦住公主，实在是有要事。只不过，在下不知该如何说，才能取信于殿下，
什么事？你但说无妨。该怎么告诉公主，端王埋了小人诅咒太子殿下？说了的话，公主会不会以为我在挑拨离间？可不说的话，我良心难安。只希望公主能信我，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。殿下，在下无意间得知一桩密情，端王殿下府上似乎有犯禁之物，在下人微言轻，实在无法接触到太子殿下。今日冒死拦住公主，只能请殿下代为转告，还请公主一定要信在下。梦里为何也是这一出？引我去搜查端王府，结果证据消失，父皇大怒，最后反倒让端王得了好处。魏二公子，你靠近一些，本宫还有些细节想问清楚。拿长杆子过来，给本宫往死里打。是。救命啊！公主，救命啊！本该让侍卫下去摁你的头灌水，但这天太冷，可不能冻坏了本宫忠心耿耿的侍卫。快，那边有好戏看！等等我！住手！快住手啊！公主殿下，你这是何故？即便我儿得罪了你，你也不能将他往死里弄啊！你如此作为，对得起陛下的宠爱吗？对得起皇后娘娘在天之灵的庆誉吗？本宫对不对得起，轮不到你来智慧。双薇、启月，把魏二公子刚才那番惊天秘闻大声念给夫人听。得嘞，姐妹们，预备起！魏二公子对公主说，端王府中埋了犯禁之物。魏二公子对公主说，端王府中埋了犯禁之物。夫人，听清楚了吗？要是没听清，本宫让他们再喊上100遍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儿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？公主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还请公主饶命，先让我儿上来。若真是我儿错了，臣妇亲自押着他给公主赔罪。魏萧，你是瞎了吗？还不快下去救魏和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弟弟死吗？这么冷的天，鸭子下去都嫌脚冷，人下去怕是要冻出毛病。真不知道谁才是亲生的。真是无私啊！为了一个外世子，连亲生儿子的死活都不顾。哼！嘘，母亲，为何若真说了此话，便该受此惩罚？他挑拨端王与太子殿下的兄弟情，污蔑端王殿下不顾侯府安危，公主惩罚他是应该的。公主人善，绝不会不顾他的死活。母亲，你若真为为何着想，便让他受这一次罚。孽障！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不仁不义的东西？亲娘都说他不仁不义了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不仁不义这4个字从亲生母亲嘴里骂出来，真是狠极了。广平侯夫人到底知不知道？这样的评价一旦传出去，魏萧这辈子在京城恐怕都抬不起头来。是啊，连大好仕途都会被彻底毁掉。上来吧。哎呦，瞧瞧这宫女，命都不要了往下跳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众目睽睽啊，救命之恩加上那青梅竹马的流言，这下广平侯府是不娶也得娶了。广平侯夫人心气儿再高，这口救命的脏茶，她也只能咬牙咽下去了，否则岂不是成了不仁不义之辈？雪琳1个月内嫁进魏家，你确实做到了，用命搏一个坑，这就是你求的福报。走了，去给陈家那位嫡女带个话，告诉她，本宫日后定会亲自为她择一门门当户对、人品端方的良缘。若她心中已有良人，也可来求本宫。本宫会亲自向父皇求一纸赐婚诏书，保她一生无忧。殿下心善，那陈姑娘是个聪明人，经此一遭，定会明白殿下的良苦用心。谈不上心善，不过是借了她的名头来做局，这承诺算是我给她的补偿。去办吧。且说那日宴会上，魏二公子招供，端王府藏巫蛊小人，诅咒当今太子。端王殿下平日最是温润，没成想心肠这般歹毒，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诸位官爷，这里可是端王府，没有王爷的恩允，谁敢乱闯？吾等乃是奉陛下之命，给我搜！
东宫的一举一动，你比朕还清楚。父皇息怒，儿臣是怕太子哥哥身边有奸人。怕奸人？朕最恨兄弟阋墙，一直怕你们同心。太子储位已定，坚如磐石，只要朕在，东宫绝无动摇可能。你连太子寝殿都不放过，你等的是那个位置空出来？哼！儿臣绝不敢肖想储位。朕今日便教你君臣本分。储位是朕定给太子的，朕为赐的，半分不可觊觎。一眼便是僭越，滚回府中禁足半年，罚俸3年。无朕旨意，半步不得出府。谁敢动太子，端王今日就是前车之鉴。哼！儿臣领旨谢恩。端王哥哥，你额头这伤瞧着可不轻，定是疼坏了吧？你别怕，等父皇气消了，我定会去他老人家面前给你求情的。父皇平日最疼我，肯定舍不得关你那么久的。皇妹这番心意，皇兄领了。哦吼，瞧这大步走，还挺有劲儿。父皇刚才怎么就没使把劲儿，干脆砸死这个坏东西得了。父皇，儿臣帮您按按，您消消气。父皇是不是错了？老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年他那么乖巧，朕才赐他一个端字，他难道不知道这封号的深意吗？父皇，正因为二哥是所有皇子里唯一有封号的，所以他才觉得您对他与众不同。传朕旨意，废除二皇子端字封号，将其封地由陈地改为凉州，无诏，不得回京。父皇这一招可真是打在二哥的七寸上了。谁不知道陈地是块大肥肉，极其富庶，那里的产出足够养活二哥一大家子几百年了。可凉州就不一样了，儿臣听闻那里好穷的，年年入不敷出。你这丫头幸灾乐祸，火上浇油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罚俸3个月。那日为何能够闯入禁院，是端王在背后推动。广平侯府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配合老二算计朕的掌上明珠。父皇息怒，他们既然喜欢那个外世子，那朕就成全他们，看看那小子到底有多少分量。广平侯因牵连端王，私结党羽，治家不严，即日起剥夺实权，停朝待罪。公公，是不是传错了旨？和儿是无辜的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害他。哼，夫人慎言，陛下的旨意岂会有错？二公子出大事了，端王被废了封号，赶去凉州了。侯爷也被停朝待罪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端王怎么会倒得这么快？禀公主，广平侯府已接旨，为何听后在房中狂怒？他急了，没有了端王这张底牌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。端王府已然失势，这广平侯府却还摆着皇亲的架子，实在是看不清局势啊！去告诉张公公，时机已到，第2道旨意现在就下，我要他们彻底脸面扫地，再无翻身之事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为何雪林素有旧情，众目共睹，朕特赐婚2人，礼制从简，不得铺张，不得宴请。钦此。侯爷接旨吧。臣领旨谢恩。公主，和儿如今还病着，明日成婚岂不太仓促？况且雪琳到底只是个宫女。侯夫人的意思是不满陛下这道赐婚的旨意。雪琳与你家二公子两情相悦，春日宴跳水相救，京中谁不夸一句情深意重？父皇成人之美，你们该高兴才是。赐婚大喜，怎不出来谢恩？犬子高绕未退，实在起不了身。既如此，本宫亲自去看看他。魏二公子，父皇疼你，特意赐婚。雪琳为了你连命都敢豁出去，这样的情分，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呢。臣谢公主恩典。病着也无妨，明日拜堂总撑得住。毕竟这可是你自己求来的好姻缘。一愿公主健康长寿，2愿公主喜乐无忧，3愿公主万事如意。去吧。
真是傻到家了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去跳那火坑。他把这10年情分都压进去了，可那侯府里等着他的，从来不是情郎的怀抱，而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阿和，别这么叫我，你也配！一个宫里放出来的贱婢，靠着跳水卖惨，硬把自己塞进侯府，还真当自己飞上枝头了？不是的，我没有想逼你，我只是想嫁给你。想嫁给我，凭你也配！若不是你这个蠢货在春日宴上多事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一步。可你以前明明说过接我回家。以前哄你2句，你也当真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地位。若不是公主故意羞辱我，你连进我房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从今往后，你最好祈祷自己还有点用，否则我所有的账就都算在你身上。你倒会挑地方。二哥倒了，当然要找个高处看热闹。来，干一杯。哥哥，如果我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，你信不信？我做了一个梦，从佛寺初见魏和，到他如何借我入局，从端王如何踩着东宫往上爬，到我惨死，你也被一步步拖下东宫，最终我们兄妹俱亡。所以那日佛寺里，我不是忽然变聪明了，我只是不敢再选错一次。这些日子，你一个人扛着这些，你为何不早告诉哥哥？我怕说了你会觉得我疯了。你说什么，哥哥都信。端王倒的还不够，广平侯府也不能再留半点生机。既然梦里他们敢动你，敢动东宫，我便先把他们的路死死堵住。哥哥要动东宫暗线了。从前我顾念手足，如今看来养出的毒蛇太大了。既然父皇已经厌恶侯府，那便索性推一把，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。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，那今日庆功是不是该给我些掌声？首饰、衣裳，还有新出的东珠头妹。贪心，拿去买，不够再来东宫拿。咱们在这儿庆贺，他们广平侯府正为了一个位置要闹翻天了。你敢把世子位给魏萧？不给他给谁？给那个惹祸精吗？府里都被他害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没看清？他不是惹祸精，和儿才是最好的。若不是你无能，若不是你护不住他，他怎会落到今天这地步？若不是你像中了邪一样偏心，真正的嫡长子被你踩进泥里，一个外世子倒被你捧上天去，你还有脸闹？现在知道说外世子了，当年是谁把外世子接进府里，逼我认下的？你闭嘴！我偏不逼。为何怎么来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既把他带回来了，就休想叫我眼睁睁看着他被踩下去。哼！如今陛下已厌恶侯府到了极点，我若再不表态，别说世子位，整个广平侯府都要跟着陪葬。那就赔。总之，世子只能是和儿，魏萧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他也配压在和儿头上？天下呀，你怎么会笑呢？亲生儿子，在他嘴里竟还比不上一个外世子。这妇人懂什么？想用魏萧来当遮羞布，想踩着我上位。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殿下，奴婢实在搞不懂，您为什么要买下渭河隔壁的这个宅子？好好的公主府不住，偏要屈尊在这偏僻地方。因为他现在正盘算着怎么得到世子之位呢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殿下您怎么会知道？我听见的。听见？隔着一堵墙，他连声音都没出啊！他可以指定别人听到他的心声，现在指定的对象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庆封世子，凭什么是魏萧？他也配？我在侯府筹谋这么久，绝不能让他骑在我的头上。系统，兑换赤羽伞需要多少积分？吃雨伞需要500积分。无色无味，混入汤药里3日见效。
先是神思迟钝，后是口齿不明，再过半月便会彻底成个废人。殿下，怎么了？为何想把魏萧毒成傻子？他疯了！他一直都疯，只是从前疯的还像个人。等魏萧成了傻子，母亲一定会彻底放弃他。到时候请封世子的折子便只能写我的名字，父亲也没得选。不过得找个最完所的人去送药，下人嘴不严，父亲未必信我，唯母亲最疼我。只要我说这是安神补身的方子，他一定会照做。好一个唯有母亲！让暗卫去给魏萧提个醒。殿下，不需要直接去侯府拆穿那毒局吗？本宫不报官，也不拆局，本宫要看广平侯夫人亲手打翻这碗毒汤。萧儿，你近日操劳，荷儿特意炖了安神汤，快趁热喝，凉了没用。弟弟倒是难得有心，兄弟本就该互相惦记，哪像你总是冷着一张脸。母亲，我想知道这汤里到底补的是什么？这汤是安神，还是让人变成傻子？你胡说什么？荷儿一片好心，怎么会害你？那母亲先喝一口证明。荒唐！哪有儿子逼母亲是他的道理？若坐在这里的是魏和，你也会这么说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荷儿好心好意关心你，你还不知足？快喝！你看看魏和给我的安神汤里是什么东西？住口！若不是你，荷儿至于被逼到这个地步吗？所以，为了让魏和得偿所愿，我就该喝下这碗毒药，坏了脑子，做个废人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不过打翻了一碗安神汤。药能把地毯烧成这样？你说？母亲送来的汤，我失手打翻，变成了这样。赵氏，你疯了不成？那是你亲生儿子。为何呢？那个孽障在哪儿？二公子在自己院里。去，把他给我拖过来！一个外世子也敢谋害兄长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父亲要赶我出府，母亲那个蠢货连一碗汤都喂不进去。既然你们都要逼死我，就别怪我。警告：是否兑换道具蛊惑？慢！目标侯夫人控制加深。去，把那个孽障绑来！今日若不处置了他，这侯府就真要毁在他手里。谁敢动荷儿？你还闹什么？你疯了！把剑放下！疯了！是你们都疯，荷儿有什么错？魏翔处处压着他，你看不见吗？母亲，毒汤是他给你的，要废我的是他，到了现在你还要护他？护他怎么了？你是兄长，让弟弟怎么了？若没了荷儿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为何谋害长兄？我若不处置，整个侯府都得给他陪葬。陪葬？好啊！你若赶走荷儿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都退下，谁也不准再动魏和。这才对，荷儿是我的心肝。把夫人送回房，严加看管。真有意思，广平侯不敢让丑事闹出门，那本宫就替他们撕开这层皮。去，把今晚侯府里的事儿放出去。本宫要把广平侯府连同那个外世子一起扔到太阳底下，狠狠的烤。列位看官，听说了吗？昨夜广平侯府可是炸了锅了，那正牌夫人竟端着吃鱼毒药，要害自己的嫡长子，就为了给一个外贤子腾地方。外世子莫不是狐狸精转世，专吸心血？家门不正，焉能为臣？广平侯这回怕是要身败名裂喽。殿下，广平侯今日在朝堂上被百官逼如瘟神，现在总算熬不住，把请封世子的折子给盖印了，估计明早就递上去。为了全家活命，广平侯不得不这么做。至于为何，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的。警告：检测至关键文书已成，若请封折子明日进宫，宿主气运值将持续暴跌，请尽快处理。持续暴跌，端王倒了，父亲失势，母亲疯魔，如今连世子之位也要彻底落到魏萧头上。雪琳，你来了。夫君，药凉了。你怕我？你不是说过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，你都站在我这边吗？父亲写了折子，要是替魏萧请封世子。
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完了。我若完了，你也活不成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以为你背了主，丢了名声，嫁给我，魏家若倒了，你还能回宫不成？去书房把那本折子烧了，只要折子没了，我还能翻身。偷官文是重罪，没人会知道。你不去，我就把你替我传信周旋的事全捅出去。雪琳，帮我这一次，只要我翻身，绝不亏你。好。公主，奴婢回不了头了。魏大公子，拿来。我不是想害您，是二公子逼我的。我知道，除了他，这府里还有谁会使这种下作手段？回去吧，今夜之事我不与你算。大哥深夜闯房，气势汹汹，这是做什么？抓贼吗？你让雪琳去偷这个？是我让他去的，又如何？你真以为父亲上了一道折子，你就能翻身了？魏霄，你活得可真可怜，爹不重你，娘不爱你，连府里的下人都知道该巴结谁。你守着那点可笑的规矩和体面，到头来得到了什么？你以为你比我高贵？不，你只是个没人爱的可怜虫。只要母亲还站在我这边，你就永远是个废物。你也配提母亲？你也配说我废物？救命！来人！快来人啊！荷儿，我的荷儿，你这个孽障！你还是人吗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你竟下这样的毒手！你怎么这么狠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说话呀！你平日装的一副清高懂事的样子，背地里下死手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娘，我好疼。我早知道你心胸狭窄，容不下你弟弟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。吵什么呢？侯爷，你看看你的好儿子，今日若不严惩这个畜生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够了，母亲不必说了。既然母亲如此厌我，觉得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那这魏家的东西我不要了！魏霄，你做什么？这是儿子最后一次叫您一声娘。魏霄，你今日若出了这个门，就别再回来！我这一生隐忍克制，守着嫡长子的规矩，究竟换来了什么？趁热喝，暖暖身子。慢点吃，锅里多着呢。活着做什么呢？看着那对母子踩着我往上爬吗？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苟延残喘，惹人耻笑。魏霄，这里的河水深2尺，下面可全是暗流。你若真想死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河水这么急，我可不保证我的暗卫可以把你捞上来。公主这是在劝我，还是在吓我？都有。本宫只是觉得你活着已经够惨了，就这么死了，未免太亏。可我如今的确什么都没了。魏霄，你是读书读傻了，还是被他们欺负久了，竟学会了拿别人的错来罚自己？京城容不下你，天下却不止京城。侯府不要你，军中未必不要。本宫问你，敢不敢去边关？边关？那里风沙大，刀子真，没人会让着你。活下来靠命，爬上去靠本事。你若去了，往后能成什么样，谁也说不准。
可你今晚若跳下去，那就真是一堆烂肉。公主，我愿去参军，愿用这条命换个活法。3日之内，本宫会替你办妥兵籍。微笑，谢公主再造之恩。先别急着谢，有句话，本宫只说一次：你母亲今日种种，未必全是出自本心。侯府里有些事邪门得很，你可以记恨，可以不认，但绝不能把自己赔进去。拿着，免得今晚饿死在街头，还要算在本宫头上。广平侯府，好一个广平侯府！臣有罪，臣昨夜连夜写了请罪折子，以及为魏萧请封世子的折子，只求陛下息怒。请罪？你也配请罪？臣祖上有功，求陛下看在先祖份上饶臣这一回。广平侯，朕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褫夺广平侯世袭爵位，全家贬为庶民。奉陛下旨意，即刻查抄广平侯府。查贬，出门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老爷，你就让我们住这种地方，我这一辈子都没受过这种委屈。委屈？你还有脸说委屈？你这个疯婆子，非要给那贱种请封，害得我爵位被免，贬为庶民。你还有脸怪我？当初是你没主见，出了事只会怪女人，你这个没用的男人！闭嘴！你敢打我！阿和，你身子还没好，我去给你烧热水。我堂堂天选之子，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阿和，外头风大，先回屋歇着吧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气运值跌破安全线，当前气运-12，开启惩罚机制，扣除生命力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起来了？我去给你请大夫。滚开！惩罚持续中，生命值减1，生命值减1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？阿和，你别这样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？你还敢说会好？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我没有，我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我怎么会害你？是你逼我娶你，让我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，是你让陛下厌弃我，都是因为你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想帮你。闭嘴！警告！生命持续下降。你就是那个毁了我的贱人！这一身体面，从未替我挡过一记耳光，也没替我拦过一碗毒汤。魏萧死了。公主府交代过，你往后叫长义。长者久也、文也，义者忍而不折。名字是殿下给的。好，往后我叫长义。殿下，您都站了半天了，那人都快成一个小黑点了。成了小点儿，才说明他走远了。魏大公子不，长义倒真是个有骨气的，这一走便再也不回头了。没骨气的人，3日前就死在离水河里了，如今走的这个，定能活下来。走吧，回府。别打了，为何？求你看在我们从前的情分上。情分？你也配跟我谈情分？不，我的孩子，公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攻心为上，这方寸沙盘亦是战场。全体警惕，风雪封山，严防敌袭。
此旗交于你，莫负长家将威。将军为我！陛下，不是臣说，常毅真是顶呱呱的好。若非他追敌100里，奇袭敌营，臣这把老骨头可就要交代在草原上了。老臣斗胆求陛下赏他点什么，不给臣赏都行，可一定要给常毅赏。好，朕心甚慰。这一战保住了我大赵边疆20年平安，赏重重有赏。舒安，你说说，朕赏什么给他好呢？当初可还是你要他去军营的。父皇，您收回了广平侯的爵位，好像这个爵位还一直空着呢。好，既然公主开口，朕便封你为广平侯。你可要好好替朕守住边疆，守住国门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，万死不辞。我的第2个孩子也没了，公主，我真的错了。去吧。你死过一次，公主，往事已了，从今后该如何过，你自己决定。公主，我想学功夫。是萧儿，真的是萧儿，萧儿是为父啊！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不认识。任务失败，解除绑定，所有被读心术控制之人解除傀儡状态。宿主，再见。哟，为何的系统没了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娘，你又打我做什么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个外事贱种！我想打就打了，还有什么理由借口？我还以为你跟人私奔了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嘴巴这么臭，给你洗洗。公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常将军。